船开出吴淞口，进入海洋，风浪就渐渐大起来，整艘船颠簸不停。我觉得有些受不了，想呕不出，头晕胸闷，难过之极。幸亏吃的不多，总算忍住没有呕吐。别的客人都走到甲板上吹海风，呕吐狼藉，甲板被弄得污糟不堪。从前的船只吨位不大，是经不起风浪的。那位与我同事的山东商人却安卧如常，他对我说，坐这种船千万不可吃得太多，也不能吃得太少，否则同样会晕浪的。次日早晨到餐厅去进早餐，吃的是玉子，即是鸡蛋，另外还有一个饭团和一杯清茶。这一顿我倒吃得很舒服。但是餐厅中冷落得很，大多数乘客仍在晕浪情况中，所以都不进餐厅吃早餐。这样经过了16小时，才抵达日本长崎，先要流船2-3小时，才到神户。验关时，头2等客先上岸，看一看护照，连行李都不查。3等客没有那么通融，而统舱中几个劳工模样的中国人却受到诸多流难。先看眼睛，如有沙眼，就要他们聚在一处，等候详细检验；面黄肌瘦的还要集中在一起，等待检查大便。据说拘留在那些地方2-3天是不足为奇的。因此我心中深深地感谢内山丸造要我坐2等舱的建议。从前出入是没有检疫针纸的，因为那时防疫针还没有发明，出示风旅，难以为情。在船上，我先把带去的银元和中国纸币兑换日币。那时节1个银元可换日币1元6角。中国纸币种类繁多，他们只接受中国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所出的2种钞票。在船上，那位山东商人指导我要多兑一些辅币，所以我也模仿日本人的方式，手里抓了一个剩辅币的布袋，随身只有1个衣包。在船上已有人照料行李。上码头之后，见到几十辆人力车，人力车上海人称它为东洋车，因为当时这些车子是来自日本的，车夫个个身强力壮，头上都扎了白布，身前背后都有一个名字，如中川、木下、井上等字样，看上去真好像强盗模样。他们看见我穿了长袍马褂，争相接我的衣包，坐上了一辆人力车。我给他看一张纸条，上面写有松下玉屋几个字，就是我准备进驻的旅店名字。其实这间旅店距离码头极近，一坐上车请客就到。我给他一些辅币，车夫含笑鞠躬，接二连三地说了几声阿里阿堵。我在那边纵目四望，见到遍地皆是1层高的木屋，店铺都小得很，唯有松下玉屋是用红砖砌成的，2层高的砖屋在那边已不多见了。房价是1宿2餐，每天收费日币2元。踏进松下玉屋，即有主人出迎，再三再四的鞠躬，领我到一间有榻榻米的房间。那时没有电铃，主人击掌2下，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下女来为我收拾东西。这种房间虽很清洁，但是没有床，墙上挂着2-3轴书画，只有一个梳妆台模样的茶几。那下女在屋角里取出一条很厚的被子，被子是5尺正方的形式。我在想，这种被褥盖起来连脚都遮不住，怎样能保暖呢？后来才误会到日本人身材皆短小，所以被褥也不长的。那时节日本人的身材矮小的很多，不比现在身材这么高大的。被褥摊好之后，
就燃一个圆形的炭炉，是青紫色的窑气，很是古雅。在炭炉上边有一个铁架，挂着一包水，饮茶吸烟都取给于氏。茶是不要钱的，牛奶6分，咖啡2角，水果3角，而且是招待外国人的价目。室内最难看的是一只大木桶，下女取到很多热水，倒满一桶。原来这就是浴桶，那时普通租房是没有浴室的。下女倒好了水，室内已温暖得很。忽然间，她自己脱了和服，只剩一条底裤，要我脱衣就浴，准备为我擦背。因为言语不通，我只是摇头。那下女也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以为我不要这个私家的浴桶，及时取出几条木绸，上面有风吕2字，指着我要到另外一个公共浴室去。这种浴室就名为风吕。他就重新穿上衣服，倒了杯茶，鞠躬而退。我看看这个房间缺少厕所设备，于是我巡视各处，才见到一个公共厕所，小便是一个大桶，大便都拉在一个地坑中，臭气熏天，可见得那时日本旅馆的设备还很简陋。正在游目四顾，见到有一间风吕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共浴室，是男女同浴的，中间只隔着一重板，而板砌得很狭，上下两边大家都看得到，男女浴客赤身裸体，一目了然。浴水热得很，热气弥漫全室，但是浴室的门是打开的，外面凛凛的寒风不断向里面吹来。我见到这种情况很是奇怪。现在日本洋式大旅馆每房都有厕所、浴室，但仍有一个共同入浴的风吕。过了一晚，次日我就到老街旧书铺去搜购有关汉医的书籍。这条街上书铺很多，但都是一些小铺子。内山完造介绍我的一家，书籍比较多，而规模亦较大。虽苦言语不通，我对他们都用中文笔谈，居然也很顺利。从前没有什么游览名胜的旅游车，所以我也无法参观神户各地的名胜，决定买一天书，明天再到名古屋去。晚上那位下女又来招呼我，可是她并不再倒水在木桶中，所以我不得不到风吕去洗澡，真是有些难为情。既然已经进了浴室，也只好入境随俗，胡乱地洗了一通，面红红地走出浴室。许多老年妇人见到我这种畏畏缩缩的神情，笑声四起。游历胜迹，便购医书。我经书铺主人的指导，乘搭铁道车离开神户，转移到名古屋。有一家齐中堂书铺，过去我常年向他们邮购书的，所以主人见到我欢迎得很。在那里我买到大批汉医书籍，主人名目下其中，对我很热忱，问我要不要去见一见汉医名家汤本求真。我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他就摒弃了佃务，陪我同去。我早就知道汤本求真是日本复兴汉医界的祭酒，彼时他年事已高，但依然很有礼貌地接待我，谈吐也很谦虚。他问了我许多问题，我一一对答，而且由他的夫人跪着煮茶，他们称为茶道，这是招待来宾最有礼貌的表现。临别的时候，他送了我2部绝版的汉医书，而且约定以后相互通讯。通讯不过2、3年，汤本氏就逝世了。我第3次到日本时，曾经到他的墓前去凭吊。